大家好，我是基德。马上过年了，各位农夫小姐今年会不会家？回家的扣一，不回家的扣二。我最近关注春节返乡新闻有2件事印象深刻。一件是卫健委在采访中表示，大城市的感染高峰正在过去，而春运期间人口没那么密集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可能会迎来急诊和重症发病高峰。另一件是今年有很多打工人选择在春运开始前就溜回家。他们为什么要提前走呢？有人是因为这一波感染导致企业或者店铺停工，没钱赚了，只能提前走。有人是担心等到春运人流量太大，把自己给感染了，回去避避风头。还有人是父母已年迈，带着买好的药回去照顾。还有人是想带孩子回老家挨过这段时间小地方熟人多，心里踏实。这2条新闻综合起来给我的感觉是，在中国感染和就诊状况快速变化的时期，叠加过年春运，大家都有迫切的想了解更多信息，以便积极应对的焦虑。我自己每年都回家最近也是特别积极的在想，到时候怎么指导80多岁的爷爷奶奶监测身体状况，来感觉了怎么看病吃药，万一要送医院会不会排队，以及自己会不会重复感染之类的。那么今天这期视频还是就从资料和数据出发，简短和大家分享一下当前疫情重点以及一个看病买药小技巧。先说一下上波感染的实际情况，中国已经在全球最大的流感及新冠数据平台上传了上波疫情的病毒测序结果，意思就是把中国本地服出现了哪些变异体上传到了国际服，主要是北上广、内蒙古、四川、浙江这些城市的数据，最后汇总成了这张图。这图什么意思呢？大家看上面这块正方形代表奥密克戎变种 BA.5.2， 在蓝色的上海、绿色广东、橘黄色的福建、黄色的湖南、紫色的浙江等分布。粗暴一点，我们可以叫它南方株。下面这些菱形代表奥密克戎变种 BF.7， 以红色的北京为主。粗暴一点，我们可以叫它北方株。那占据图整个下半部分的三角形代表其他谱系。这个不是说中国搞出的新变种而是检测到了别国已经发现的跟主要变种不一样的其他变异体，比如上海前段时间检出的 XBB。可以看到这些其他谱系主要就是以蓝色的上海为主这大概是因为上海有很多进出海关的人和货吧。中国上传的这些数据呢是一直更新的，那么截止到我截稿的9号，还没有看到说中国出现了全新版本的本土变异体。大家主要感染的还是南方株和北方株，比例多少呢？我看中国疾控1月3号和世卫的新冠技术小组开了个会，表示这2加起来目前占到 97.5%， 可以说这波疫情基本就是它俩导致的。然后呢，最近也有识之士把中国这2个流行毒株和美国一对比，发现出大问题。众所周知，大洋彼岸一直比我们领先一个大版本，而现在那边不仅南北株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甚至一直以来让媒体闻风丧胆的地狱犬 BQ.1.1 地位都岌岌可危，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正杀气腾腾，它就是施救的后代海妖 XBB.1.5。所以最近大家又开始关心美国的这个 XBB.1.5 很强吗？会不会跑到中国造成第2次感染高峰呢？甚至对已经阳康的人形成重复感染呢？1月3号，研究蛋白质和病毒进化的布鲁姆实验室在推特发了篇关于 XBB.1.5 现有研究的汇总，总结一下就是 XBB.1.5 不仅把免疫逃逸能力保留了，还增强了自己和人体 ACE2 受体结合的能力。我还看到这段时间不少媒体采访了北京大学的曹云龙，这位是自然的年度10大人物，人送外号新冠预测者。他表示 XBB 可以成为是目前免疫逃逸能力最强的新冠毒株之一，即使是接种3针疫苗后又感染 BA.5 的人群，其血浆也无法有效中和该毒株。那么刚才这2段说明什么呢？说明单从实验室数据上来说，就算你这波感染过了中国南北毒株，再遇到 XBB.1.5， 你确实可能还是会重复感染，因为 XBB 可以逃逸你体液之前产生的中和抗体嘛。但是现实世界中，中国会被 XBB.1.5 再导致一波高峰吗？这个又没人敢肯定了，因为群体的整体免疫水平都不一样结果自然也不一样，而且除了体液免疫还有细胞免疫呢，是吧？太复杂了，无法预测，预测必翻车。目前新冠在全球的格局再也不是我之前视频做的那种什么贝塔、德尔塔轮着横扫，而是奥密克戎旗下多种变异体分庭抗礼，在全球不同地区根据受众的免疫水平进行细分定制。我找到一个网站表现的比较直观，比如中国和日本以 BA.5 家族为主，在澳洲已经过气的 BA.2.75 还声名赫赫，德国、英国和加拿大 BQ.1 家族仍然很强势，最先锋的美国 XBB 家族则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你想想中国，等于咱们跳过了 BQ.1， 那第2次感染高峰会不会就是 XBB 带来的呢？还真不好说。而且我说实话，普通人确实也不需要在新冠这件事上关注到这么细枝末节的事情有点太累了。普通人只需要知道最近几年新冠流行的基本规律，并注意防护就行。这里还是引用曹云龙的话，即今年绝大部分国家都经历了4波重大感染高峰，多为不同突变株所诱导，平均3个月一次目前看来国内也很难完全避免，但大家也不用太慌幸运的是，目前我也没有看到有研究表明 XBB 引起的症状和其他变异体相比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防护经验还是延续之前的就可以了。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时间我身边的感染情况。首先是我自己，就是随大流的1周病程，严重的时候39度，全身疼，晚上睡不着。第2天很快就恢复了，然后立马又接一次小烧，浑身无力，倒没有出现网上说的喉咙刀割般疼痛和丧失味觉嗅觉而是触发了我的鼻炎老毛病，呼吸不畅一直流鼻涕。目前是我阳后的第3周，除了偶尔喉咙痒会咳嗽，体力明显下降之外，其他感觉还行。其次，我们工作室10几个人，有2个特别神奇的人一直没有症状，一位是自我隔离到极致的草莓老师，他每天在家办公，吃喝拉撒绝不出门，都说上下楼有气溶胶传播，在他身上失了效。另一位是每天健身房撸铁2小时的猛男 S， 纯靠有8块腹肌的肉体进行防御，我是服气的。其他人就全阳过了。一个好玩的观察是，男生症状普遍比较轻，基本都是烧个1、2天就退烧，然后马上在群里开始装逼。女生症状普遍比较重，高烧3天加拉肚子加喉咙特别疼，说话都说不清楚，还有咳血的，丧失味觉嗅觉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大家这么严重，也没有谁真去了医院的，因为大家知道医院人多。其次，对医院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要做核酸，要检查健康码，扫场所码，填报近期健康状况。看病的时候，医生第一句话都不是问你哪里不舒服，而是说核酸给我看一眼。这不我编亲身经历。然后搞笑的是什么呢？唯一一个例外，全工作室唯一真去了医院的，就之前视频出镜过的苗族小伙叉叉，他烧到39度突然在群里说顶不住了，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打点滴，给我们都整懵了。后来我们就问他医院什么情况，叉叉说也挺奇怪的，发热门诊人并不多，然后什么码都没有被查，很方便，进门就挂号看病打点滴退烧一条龙。付钱的时候才掏出了健康码，为什么掏呢？不是看核酸，而是因为健康码下面可以直接刷医保。他说这个码的转变还挺意想不到的。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远远不止刷个医保这么简单。其实支付宝的健康码功能在国内防疫政策调整之后，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被废弃，而是快速做了很多实用性改变，专注于解决大家的看病买药问题。如果你会用的话，在疫情时期真的非常方便。在视频最后一部分，我就稍微展开给大家安利一下怎么操作，你学会了之后也可以交给朋友，享受一下崇拜的眼光。第一步很简单，只需要打开支付宝，在搜索框搜医疗健康，点进去后没有废话，直接选想去哪个医院看什么病。你说不知道该去哪个医院，没关系，可以按照医院的等级距离，想挂的科室选择合适的医院，选好之后直接网上挂号，然后去医院等着医生叫号就完事了。我就问你方不方便？等你找医生面诊完，拿着单子买药或者做检查的时候，不得付钱吗？没事，直接往回一滑，用电子医保支付，付完钱甚至还能再往下一滑，看看自己的医保卡里面还剩多少钱。这个比我以前看病不知道方便多少倍。而且我还发现右边小框里面的一个隐藏功能，跨省异地就医备案。说人话就是我在上海交的医保，只需要动动手指申请一下，过年回老家看病也能用上上海的医保金，太方便太方便。说到这里，有老病友可能觉得已经心满意足，但别急，目前这都属于基本操作。考虑到新冠的特殊情况，支付宝还搞了防疫专区，这里面有公立医院的线上服务，你觉得难受又不想去医院排队，可以直接在这里问公立医院的医生，把自己现有什么病，现吃什么药，现有什么需求，想买什么药通通提交，等医生告诉你该怎么办就完了。家里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老人的，怕去医院被感染，没事线上就能找医生复诊开药了，药可以给你快递到家，药费直接线上医保支付，大方便面给小方便面开门，方便到家。而且我记得自己当时第一次发烧，烧到39度的那一夜，全身痛，总觉得挺不过去了，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也只能硬扛。现在呢，这个上面上线了一个专门开设的24小时都有医生在线的发热咨询窗口，如果你觉得自己难顶可以直接去问医生该怎么办，图个放心。我当时要知道还有这事儿，就不至于大半夜发动态让你们给我输送点元气了，搞玄学去了。甚至各位已经阳康的农夫小姐，要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一直有胸闷胸痛的情况，还可以点这里预约一下公立医院的心胸肺筛查套餐。可以说支付宝人人手机上都有，但我们平时尤其是家长可能都只用到过付款码和余额宝，并不知道这个医疗健康板块有这么多便民功能，太亏了。就在写这期视频文案的时候，我还临时又发现一个新增加的设计，能让我们看到附近有哪些发热门诊，是不是正常接诊。大家记住这个入口以后一定用得上。最后把这些功能探索一圈之后，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东西越来越像以前我在美剧里面看到那些有钱人的私人医生，1对1服务，随时随地给健康问题的反馈，再把药给你拿到脸上来什么的。甚至你看医疗健康首页的这2栏小图标，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医疗需求。体检检查里面能预约体检，口腔服务里面能预约看牙，疫苗服务里面能预约酒驾，专项检测里面能买试纸自测某些病，别的还包括找医生护士上门护理，咨询心理问题，在线找医生分析体检报告，在慈善药品里面
申请罕见病药物，甚至还能扫码判断疫苗和药品的真假等等等等。说实话，真的方便，朋友们，就感觉不知不觉中，以前那些很麻烦、要找关系、要四处奔波的服务，都逐渐可以在线上实现了。他们自己在朝着平民百姓的生活奔来。这次疫情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还加速了病人和医院双方共同的触网需求，把那些以前推进缓慢的问题比如看病排队不方便等等，直接放在台面上，放在脸上。可以说，解决方案互联网医疗的方向是明确的。未来以来，这将是中国在超高的医疗性价比和超高的手机支付普及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服务好14亿中国人的好方式。想起之前视频里提到过 AI 医生的概念，在未来 AI 能通过大数据分析，找出不同医生开出的处方差别，来帮助你优化处方。对医生来说， AI 也可以把病人的情况在全球数据库中进行对比，给出推荐的治疗方式供医生参考，让平民百姓也可以享受到最顶级专家的好。而 AI 医生在未来最可能出现的地方，大概就是支付宝这种一边研究 AI 技术，一边做着线上线下医疗资源整合的互联网平台吧。OK，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那么最后还是要祝大家春节团圆顺顺利利，病毒一个都没沾上，看病功能一个都没用上，拜拜。